男人第一次逃票坐飞机就被空姐觉察到不对，以为他有恐高症，连忙递给男人2瓶牛栏山，让他缓解情绪。随后男人将其中1瓶放进口袋，可殊不知他这个勤俭节约的举动之后将会救他一命。飞机遇到强气流，开始产生剧烈抖动，没系安全带的乘客直接被击飞，氧气面罩也随之掉落。众人好似抓到救命稻草一般，纷纷给自己佩戴。可危险并没有就此停止，由于气流压力越来越大，飞机再也承受不住，直接在空中解体，吓得乘客们尿不湿都尿湿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男人猛然惊醒，发现自己正身处一片密林中，他被吓坏了，急忙往密林外跑去，这才发现自己正身处一座不知方位的荒岛上。就在这时，男人听到远处传来人类的喊叫，他立马循着声音找去，现场一片混乱，处处充斥着惨叫声跟求救声。杰克身为飞机上唯一的医生，开始到处抢救重伤的人们。可就在这时，一阵恐怖的嘎吱声吸引了杰克注意，眼看机翼摇摇欲坠，而下面正坐着一名孕妇。来不及多想，他急忙往孕妇的方向飞奔，终于在机翼掉下的前1秒救下2人。可掉下的机翼也引发了连锁反应，顿时发生剧烈爆炸，现场火光冲天。而杰克也因为保护孕妇，不幸被碎片击中，来不及处理伤势。杰克又再次进入现场寻找伤者，可刚才的爆炸早已把伤者都变成了死者，现场群众活蹦乱跳，精神得很。于是杰克便钻进密林缝合伤口，可位置却正好在侧面，自己的手压根够不到。就在他正为此发愁时，一个女人出现在了附近，杰克赶忙向她求助，女人也是很大方的答应帮忙。可很快就被震惊到了，因为她第一次见不打麻药缝针还能镇定自若的人，而2人也因此结识。到了晚上，杰克根据现场只剩半截的飞机推断，驾驶舱应该会保留下来，只要能找到里面的信号发射器，我们就能呼叫救援离开这里。而这也提醒了凯莉，因为她白天正好看到山谷里有浓烟冒出，应该是驾驶舱的坠落地点，并表示自己愿意跟她一起寻找。杰克见状也是高兴起来，感觉获救不再遥远。可就在这时，远处突然传出一阵恐怖的嘶吼声，在场的所有人瞬间提起精神，纷纷顺着声音的方向看去，只见远处的树木不停被折断，森林中似乎有着某种庞大的生物正在暗中逼近。好在怪物最后并未出现，空气也再次陷入安静。转眼到了第2天，众人聚在一起推测昨晚是什么怪物，有人觉得是恐龙，也有人觉得是猴子。恐慌早已笼罩在每个人心头，杰克也不例外。但为了能尽快逃离这里，他还是带着皮特跟凯莉冒险进入丛林寻找驾驶舱。然而没过多久，天空便下起大雨，导致搜寻难度大大增加。与此同时，在飞机内躲雨的人们也发现了怪物再次开始活动，可身处密林的3人对此还浑然不知。不知走了多久，他们终于在一座大树下发现机头，爬进去一看，头等舱的乘客已经全部阵亡。看来有时候没钱也是好事。接着杰克便爬到了驾驶室前，拿起铁块想要破坏门锁，可下一秒原来只是一具尸体。等情绪稍微稳定后，杰克爬进驾驶舱开始寻找信号器，不料机长却突然惊醒过来，着实把2人吓了一跳。确认不是诈尸后，杰克赶忙前去查看机长情况，好在只是有些脑震荡，并没有什么大碍。机长也向杰克说起飞机失事的原因，原来飞机在刚进入这片海域时信号就丢失了。为了保证安全，机长本想掉头返回，可突然就遭到一股神秘气流的攻击，导致飞机瞬间解体，之后自己便晕了过去。根据之前的数据判断，目前这里距离大陆最少有几千公里，救援队根本无法锁定我们的位置。听到这话的杰克跟凯莉彻底崩溃了。绝望之际，机长突然想起还有备用的无线电，可经过他一顿操作，却发现信号器已经损坏。事已至此，众人也只能先回营地再做打算。可就在这时，外面突然传来一阵诡异的叫声，飞机也随之开始晃动。众人被吓坏了，赶忙向窗户边看去。只见一个巨大的黑影从飞机旁走过，脚步声无比沉闷。机长想透过玻璃往外查看，却突然被什么东西拖了出去，凄厉的惨叫瞬间充斥整个机舱，任他如何挣扎也无济于事，直接血溅当场。周围也随着机长的死去再次陷入安静。可还没等他们喘口气，飞机又开始剧烈晃动，刹那间从树上掉落，发出巨大的响声，震得3人七荤八素。杰克不敢耽搁，急忙拿上信号器往树林中逃窜。身后传出的吼叫声不停刺激着他们本就脆弱的神经，好在最后有惊无险，怪物并没有追来。3人也终于松了一口气，开始往营地走去。可刚回去，就发现有2人打了起来。杰克跟大黑急忙将2人分开，之后经过询问得知，丧彪怀疑卷毛是飞机事故的幕后元凶，因为卷毛所在机舱的人全死了，就他活了下来，这难道不值得怀疑吗？卷毛听闻也是彻底被激怒，眼看2人就要再次打起来，凯莉直接一声怒吼，呵斥住2人，并说出他们找到了信号器，但由于损坏需要有人来维修，这可把众人问懵了，待在原地面面相觑，没一人吱声。最后还是卷毛站出来说自己会修。不出意外，丧彪又是一顿冷嘲热讽，胖子还想劝阻。杰克再也看不下去，直接过去警告丧彪闭嘴。丧彪忌惮杰克的威望，也只能作罢。闹剧告一段落，好消息也随之而来。卷毛曾是军队的通讯员，而这个信号器也正是军用级，修好应该不成问题。果然没过多久，卷毛就修好了信号器，但由于电量已经所剩不多，所以需要去到高处再使用，增加成功几率。
凯莉陷入了深深纠结中，毕竟自己才刚死里逃生，现在又得以身犯险，可如今也没别的办法可选，凯莉只能找到杰克商量。不出意外，杰克言辞拒绝了凯莉的提议。Said that we have to send out a signal. Look, you saw what that thing did to the pilot. Yeah, I did. What makes you think we're any safer here than we are in the jungle? Wait for me. I don't know how long Saeed this said will the take. battery won't last. 杰克拗不过，只能同意前往，并叮嘱凯莉要多加小心，情况紧急。一行5人即刻出发，却不料半路丧彪也跟了过来，还故意撞凯莉一下，自顾自地往前走去。众人也是对丧彪的行为很是厌恶，可殊不知这个讨厌的人之后将会救他们一命。经过一段艰险的山路，他们很快来到密林中，丧彪依旧在不停针对卷毛。卷毛忍无可忍，刚要发作，可突然身后传来一阵响声，他们立即停下脚步，紧张地看着前方草丛。随着动静越来越大，众人瞬间意识到不对，直接扭头就跑。可丧彪却表现得异常镇定，丝毫没有要跑的意思。眼看众人已经跑远，丧彪直接拿出手枪，对着远处一阵输出。不过这枪法实在稀烂，硬是一发未中。下一秒，注意看，前方好像出现了什么东西，瞬间把众人吓得定在原地，丝毫不敢动弹。眼看怪物迅速逼近，众人直接扭头就跑，可丧彪却丝毫不慌，缓缓从腰间掏出众生平等器，对着远处一阵输出。但这怪物多少有点开挂，硬生生扛下几千发子弹，却毫发无损。千钧一发之际，丧彪侥幸打中了怪物前列腺，这才幸免于难。队友听到怪物惨叫，也是纷纷回来，可等看清怪物的真面目，却当场惊掉了上巴。这竟然是一只雪白的北极熊，而且还是生存在热带荒岛上。众人的认知瞬间崩塌，以为自己遭遇空难给摔傻了。然而更傻眼的是，丧彪坐民航客机竟然能有枪。面对众人的质疑，丧彪连忙解释说是从一个警察尸体上找到的，并且还拿出了警徽证明，这才打消了众人疑虑，继续向高山出发求救。然而诡异的事情却发生了，卷毛拿出无线电发送求救信号，却发现救援频道已经被占用，附近还有其他人正在求救，但这是渺无人烟的荒岛，怎么可能会有其他人类存在？就在众人一头雾水时，设备里突然传出了一个法国女人的声音，他们以为是救援队，顿时高兴坏了，急忙让队伍里会法语的妹子翻译，可马上他们就笑不出来了，因为这其实是条诡异的求救信号。I'm alone now. On the island alone. Please, someone come. The others, they're dead. It killed them. It killed them all. 随着信号源断开，卷毛也通过频率推断该信号已经持续发送了16年，期间从未得到回应。这意味着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他们被困在这里，而岛上的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北极熊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飞机又为何突然在荒岛上空解体？这种种的超自然现象，不由让众人寒毛直立，似乎有着更大的圈套在等着他们。Guys, where are we? 事后，6人回到营地，为了不引起大规模恐慌，他们以信号丢失为由隐瞒了真相。但事情并未就此停歇。当天晚上，大黑的狗好像发现了什么，开始不停对着飞机残骸狂吠。众人听到动静，赶忙聚集在附近。杰克拿起小手电往里照去，可除了听到一些异响外，什么也没发现。旁边的丧彪不耐烦了，直接就是探照灯伺候。杰克急忙阻止，但为时已晚。场面霎时间陷入混乱，众人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疯狂逃窜，这可把野猪给吓坏了。他哪见过这场面，直接就撒丫子跑进密林，没了踪影。众人见状也是松了一口气，庆幸自己逃过一劫。但好景不长，新的麻烦又来了。飞机上储存的食物已经耗尽，胖子不满丧彪吃独食，还差点跟他打了起来。杰克连忙将2人分开劝阻，可治标不治本，恐慌的苗头已经出现，再不解决食物问题，人饿极了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。就在他们为此焦头烂额时，突然一把飞刀射向丧彪身旁，众人被惊呆，纷纷往后看去。We hunt. How'd you get that knife on the plane? Checked it. Okay, Mr. Locke, what is it that we're hunting? 光头表示我们可以抓野猪吃，并且为此制定了一系列计划，但丧彪认为是痴人说梦，仅凭一把小刀去制服数吨重的野猪，这不是耗子舔猫屁股送死吗？光头不想跟他解释，直接转身打开脚下皮箱，得意地看向丧彪。丧彪心里也是直呼卧槽。事不宜迟，3人即刻出发丛林寻找野猪踪迹。不知走了多久，光头好像觉察到什么，果断伸出手让2人停下，随后在一棵大树前发现了野猪活动的痕迹，并示意2人猎物就在前方，小心翼翼到达目标地点后，光头用手语指挥凯莉跟自己正面突击，大黑则从侧翼包抄，但这哥们很讨厌别人用手指他，于是下意识怼了光头一句，不料直接惊动了20兄，径直朝他们冲来。光头果断英雄救美闪到一边，可大黑就惨了。
好在野猪没有继续攻击，大黑只是被撞伤个口子，不然不死也得残废。光头也是被吓得不轻。稍作休息后，凯莉提议先回营地休整再行动，但光头不想错过这次机会，他让两人先回去，自己独自去追捕野猪。凯莉认为太危险，大喊着想要阻止他，然而并无卵用，于是凯莉只能先带大黑回去。可走着走着，凯莉却突然停了下来，二话不说就开始脱裤子。男女进入树林，女人却突然开始解腰带，属实把黑子哥整兴奋了，眼睛嘎嘎往外冒火星子，十分期待要发生什么。可下一秒，女人却直接爬上树顶，开始测试荒岛信号。黑子哥也只能坐在地上暗自神伤。然而女人刚准备好仪器，前方就突然传出一声嘶吼，吓得他仪器直接脱手，砸中了黑子哥的小老弟。凯莉往前方看去，这才惊恐地发现怪物就在这附近活动，而不远处的光头对此还一无所知，继续搜寻着猎物踪迹。就在这时，前方草丛传来野猪动静。光头找准位置，迅速向前追击，可突然猪叫却变成惨叫，树木剧烈抖动，时不时还伴有嘶吼声传出。光头咽了咽口水，强烈的恐惧感涌上心头，一时间竟忘了逃跑。另一边，凯莉跟大黑回到营地，杰克前来询问捕猎情况，却得知了光头可能遇害的消息。就在两人正为此惋惜时，杰克突然发现不远处有个陌生男人在监视他们。杰克果断起身追了过去，可等他冲进树林后，西装男竟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杰克还想继续寻找，光头却突然从密林中走出，并且还抓到了野猪，身上满是还未干涸的血迹，好像刚经历完一场殊死搏斗。到了晚上，众人开始为空难死去的人们祷告。期间，大黑问光头有没有看到怪物。No. 听到这样的回答，大黑也不再追问，只觉得光头愈发的不简单。目前食物问题是解决了，可飞机上储存的淡水也即将耗尽。就在杰克正为此烦躁时，西装男又再次出现，但这次与以往不同，西装男并没有凭空消失，而是待在原地一动不动。杰克小心翼翼地靠近，想知道对方究竟是谁，可等看清男人面容，却直接被吓得瘫倒在地，满脸不可思议，因为这竟是自己刚死去不久的父亲。Dad? 眼看亲爹要再次消失，杰克赶忙追了过去，不料因为太着急，直接被树枝绊倒，一股脑滚下山坡，眼看就要掉落悬崖摔死。幸亏杰克及时抓住藤蔓，这才捡回一条命。可由于脚下没有着力点，藤蔓又过于湿滑，杰克用尽全力也没爬上去。危机时刻，一只大手突然从崖顶伸出，杰克定睛一看，竟然是光头发现了自己。事后，光头很好奇杰克来山上干什么，杰克也没藏私，将西装男的事告诉了光头。本以为光头会觉得自己疯了，可出乎意料的是，光头不仅相信了，还告诉杰克这里很诡异，别说是神秘人，就算是出现奥特曼都正常。随后便离开，继续去找水源。然而随着夜幕降临，更诡异的事情发生了。杰克记得自己明明是亲眼看到父亲死去的，并且这次坐飞机也是为了将尸体运回美国。难道父亲死而复生了吗？就在他百思不得其解时，身后突然传来脚步声，来不及多想，杰克果断拿起火把追了过去。慌不择路间，杰克竟无意中找到一个山洞，里面有条大瀑布。往下一看，水里有个洋娃娃，而且不仅水里有，地上也有。杰克顺着娃娃的方向找去，竟发现了飞机货舱残骸。见父亲的棺材完好无损，杰克终于松了一口气。可当他打开棺材后，却被内部景象吓得连连后退，尸体竟然不在里面。杰克彻底崩溃了，他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要装死，为什么在岛上出现，又为什么只有自己能看到他，别人看不见。这种种的疑问瞬间转化为愤怒，不停发泄在父亲棺材上，直到被砸得稀碎，杰克才回到营地。可神秘事件刚告一段落，幸存者内部又发生了怪事。卷毛爬上山顶，打算通过无线电频率波段找到岛上发射神秘求救信号的所在地，不料设备刚有反应，就突然被人打晕过去。可奇怪的是，凶手并没有继续伤害卷毛，而是将信号器毁掉便离开了现场。根据已知的线索，卷毛推断应该是有人不想离开荒岛，才唯独破坏了无线电。可究竟是哪个损种又无从考究，案件也只能先搁置起来。但寻找信号源的事情不能等，于是卷毛告别了众人，打算冒险在岛上徒步寻找。不知走了多久，卷毛在沙滩边休息时，突然发现不远处的沙子里竟然埋着一截钢丝绳。卷毛急忙将绳子拔出来查看，却发现其中一头竟诡异地通向海里，让他顿时有些摸不着头脑。可不料往上一抬，男人在荒岛发现一根电缆，急忙扯出来查看，发现缆绳竟直通大海深处。男人顿时有些摸不着头脑，下意识往前一看，不料另一头竟连接在丛林里。男人有些好奇，于是便顺着网线找了过去。可没过多久，他就被什么东西拦住去路。蹲下一看，原来是根细铁丝。傻子都知道是个陷阱，不过这是渺无人烟的荒岛，怎么会有这东西存在？卷毛小心翼翼地抬起脚，尽量稳住身形，想从上面绕过去。不料后脚刚落地，还没走几步，就听见咔嗒一声，没等他反应过来，直接就被机关吊在半空，身体瞬间不受控制朝树上撞去，大腿也被凸起的树枝刺穿，疼得卷毛嗷嗷直叫，不停在空中挣扎。稍作休息后，卷毛果断一个挺身，紧紧抓住树枝，然后趁自己不注意，猛地将树枝拔出，
随后便疼晕了过去。很快夜幕降临，卷毛也慢慢从昏迷中苏醒，可还没等他求救，一个神秘人就突然出现，割断绳子，卷毛头朝下，直接被摔得七荤八素，只隐约看到有人朝自己走来，随后便陷入昏迷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等他再次醒来，发现自己正身处一个昏暗的房间内，手脚已经被牢牢束缚，动弹不得，耳边不断传来女人的提问声，让卷毛有些不明所以，于是下意识说自己不知道，不料竟激怒了女人，直接10万伏高压电伺候。卷毛被电怕了，急忙解释说自己是空难的幸存者，为了寻找一个发射16年的求救信号才来到这里。16 years. Has it really been that long? Yeah. You just happened to hear my distress call? I know what you are. 说罢，直接一枪托打晕了卷毛。等他再次醒来时，女人也渐渐冷静下来，跟卷毛聊起了天。无意中，卷毛突然发现，他好像很在意一个坏掉的音乐盒。为了能换取女人好感，卷毛主动提出要帮他修好。不料女人没按套路出牌，竟然直接起身从柜子里取出注射器，将针头用砂纸打磨锋利，接着又抽干一瓶千年奥利给，当着卷毛的面生生扎进皮肉，差点把他爽到原地升天。几个小时后，卷毛从睡梦中醒来，直接被吓得一个激灵。眼前的女人连忙道歉，表示自己并无恶意，只是想给你换个位置，方便修理音乐盒。卷毛见女人气势有所下降，腰杆子也硬气了，威胁女人必须先坦白事情的来龙去脉，不然休想自己帮忙。没办法，女人只能将原因娓娓道来。她其实是一名科考队员，在海上执行任务时遭遇了暴风雨，船只不慎触礁，搁浅在这座荒岛上。由于船体损毁严重，所以只能先定居这里，向外界发送求救信号。You're distressing. The message I heard. You said it killed them all. 听到卷毛的话，女人好像想到什么恐怖的事，神情紧张地说道：“岛上有个地方叫黑岩，那里生活着带菌者。” Who were the carriers? 女人说是其他人，可当卷毛问她亲眼见过吗？女人又说自己没见过，只是偶尔能听到些说话声。听到这里，卷毛彻底明白了，女人恐怕是独处太久产生了幻觉，于是便不再多问，专心帮女人修好音乐盒。期间他也留了一手，没有把螺丝刀交出去，打算找个机会逃跑。可他没想到的是，机会竟然来得这么快。就在女人抱着音乐盒高兴时，周围突然传来一声嘶吼。Where are you going? If we're lucky, it's one of the bears. If we're lucky. 说罢，女人便拿起猎枪准备迎战。Might be that thing out there. The monster. There's no such thing as monsters. 等女人离开后，卷毛迅速用螺丝刀打开锁链，接着便拿走小岛地图跟所有数据资料，背上猎枪往树林中逃窜。不料却被返回的女人觉察到动静，直接举枪往卷毛所在位置走去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幸好卷毛提前绕到了对方身后。Put the gun down, Daniel. 然而面对卷毛的威胁，女人不仅没有照做，反而缓缓抬起了猎枪。Don't. 本以为女人会血溅当场，不料下一秒，原来女人早知道那把枪里没有子弹，刚才那么严肃只是为了节目效果。可尽管卷毛动了杀心，女人也没有要伤害他的意思，因为她实在太孤独了，一个人在岛上生活了16年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卷毛想邀请她回营地，女人没有说话，只是最后感受了一次同类气息，便起身准备离开。临走前，女人给卷毛留下几句话 Your people, the ones you're determined to get back to. Watch them closely. 这番话听得卷毛一头雾水，忍不住起身询问为什么。 Alex was my child. 卷毛立马意识到大事不妙，顾不上腿上有伤，直接光速往营地方向赶去。可不料意外还是提前发生了。这个孕妇一觉醒来，竟发现肚子里的孩子不翼而飞，耳边不断传来的婴儿哭声，让孕妇感到很疑惑，于是便顺着声音找了过去，却在半路遇到一个光头在占卜，他的眼睛没有眼白，看起来十分恐怖。可女人不仅不害怕，还直接无视他，继续往传出哭声的地方走去。很快来到一个婴儿车附近，而哭声正不断从白布中传出。女人有些害怕，但为了能搞清楚孩子去向，她还是鼓足勇气将白布掀开，不料里面竟是一堆碎肉。女人顿时被吓得魂飞魄散。皮特听到尖叫，急忙赶来，不料安娜早已失去理智，开始疯狂攻击周围的人。好在皮特及时安抚下来，本以为是做了噩梦，可低头一看，手上血迹却依旧存在，空气中瞬间弥漫出诡异的气息。转眼来到第二天，医生杰克给安娜检查手掌，原来是拳头握太紧，指甲刺入皮肉才导致出血，真是虚惊一场。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。当晚，孕妇还在熟睡，就突然遭遇袭击，肚子上一阵刀光剑影，众人被惨叫声惊醒，急忙往安娜附近聚集，却发现周围什么东西都没有。安娜说刚才有人拿刀捅她肚子，可杰克掀开衣服一看，却发现肚子并无伤痕。杰克认为安娜是得了产前焦虑症，所以就没当回事，并提出用镇定剂治疗，不料却直接激怒了安娜，认为杰克不信任自己，于是便收拾东西离开了山洞。皮特得知消息后，急忙追去劝解，可谁知没过多久，安娜腹部就传来一阵剧痛，
好像是要分娩的迹象。皮特见状，急忙去山洞通知杰克。好巧不巧，半路遇到了同伴吉姆，于是皮特便让吉姆去通知杰克，自己则原路返回照看孕妇。可殊不知，这个看似完美的决定却害惨了安娜。皮特返回没多久，安娜的腹痛感开始渐渐消失，甚至能够自行走动。随后两人便打算返回营地，不料半路竟遇到了吉姆，可他并没有带来杰克，而是表情怪异的死死盯着安娜不放。与此同时，卷毛突然瘸着腿回到营地，告诉杰克荒岛上还有其他人存在。没等杰克反应过来，胖子又传来消息说，空难幸存者里多了个叫吉姆的人，一时激起千层浪。杰克瞬间意识到大事不妙，急忙跟光头前去寻找，可为时已晚。现场除了一些打斗的痕迹外，根本没有安娜跟皮特的踪影。这时光头提议先返回营地收拾装备再去寻找，但杰克早已乱了阵脚，因为不是他的错误判断，安娜压根不会离家出走，也不会遇到危险，于是便独自冲进丛林搜索。然而没跑多远，杰克就发现自己一直在兜圈子，根本找不到方向，直到光头带人追上，才继续开始搜寻。幸运的是，他们在路上发现了皮特的指套，这意味着路线没错。但不幸的是，他们遇到了岔路口，并且两边都有脚印存在。于是四人打算兵分两路，光头跟刚子一组，杰克跟凯莉一组。可祸不单行，转眼天空便下起了大雨，导致搜寻难度大大增加。不知走了多久，杰克又发现了皮特指套，可还没等他高兴，周围就传出安娜的惨叫声。锁定大概位置后，杰克果断顺着藤蔓往上爬，凯莉紧随其后。但由于太着急，杰克一个没抓稳，直接四仰八叉从坡顶掉了下去，重重摔在地上，疼得他倒吸一口凉气。可等他好不容易翻过身，却发现吉姆正站在自己面前，二话不说对着杰克就是一脚，警告他再跟着自己就杀掉皮特。很显然杰克没听明白，直接用尽全力抓住胸前双脚，狠狠将吉姆甩飞10几米。随后杰克便乘胜追击，全力挥出一记右勾拳，却被吉姆轻松躲过，转手几发重拳把杰克打倒在地。杰克不信邪，起身又是一记右勾拳，不料还是没打中，看得我是心急如焚，不明白这右勾拳到底有什么魔力，让他这么执着。就这样，杰克被踢晕过去。几分钟后，凯莉找到了昏迷的杰克，还没等喘口气，杰克就打算继续出发。凯莉连忙表示雨水已经将痕迹冲走，目前根本没法搜寻。可杰克并未理会，而是自顾自地往前走去。凯莉无奈也只能跟上。不知走了多久，两人在一棵大树旁发现了被吊在半空的皮特。杰克不敢耽搁，急忙上前救下皮特。可此时的他早已停止呼吸，不管杰克如何抢救，都没有丝毫反应。认清真相的凯莉忍不住背身痛哭起来，但杰克仍旧不想放弃，不停捶打着皮特尸体。不料越打越来劲，将刚才右勾拳的事通通发泄到了皮特身上，看得凯莉心惊肉跳。就在杰克打算送他最后一程时，皮特瞬间恢复了呼吸。两人不禁喜极而泣，带着皮特回到了营地。可等杰克问起安娜时，皮特却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：“安娜是他们需要的人。”便不再言语。杰克见状也只能作罢。与此同时，光头小组依旧在丛林中搜寻。刚子见天空又要下雨，提议要原路返回，等明天再说。但光头还不想放弃，他让刚子先回去，自己要继续往前。说罢，还将唯一的手电筒丢给了他。不料刚子没接稳。两人瞬间意识到不对，手电筒掉在土里怎么会发出金属的碰撞声？光头扒开泥土查看，发现竟是一块铁板，随后又用匕首四处敲击，下面竟然是空的。刚子一脸懵逼，光头说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东西。说罢，两人便开始刨土。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，